今天我们来讲一下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第15集。这是一个小人物的悲壮的故事。吉平下毒。上一集是煮酒论英雄啊，刘备被这个曹操看出来是有雄心大略的人啊，急冲冲的逃跑啊，去到徐州去了。曹操实际上在许都呢做了丞相的时候，作威作福啊，相当于是独揽国家大权。建安5年，公元2000年啊，这个元旦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元旦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春节啊，正月初一，文武百官都来向汉献帝朝贺，曹操却不以为然啊，在金銮殿上摇来摆去啊，好像他就是皇帝一样。实际上他就是像皇帝差不多了。当时那个国舅董承接受了这个衣带诏，就是汉献帝的那个血诏啊，都没有办法他想去除掉曹操，但是也没办法，想不出好办法。所以有一天退朝了以后呢，董承就约了那几个人，王子服他们那几个人一起到府里头商议怎么除掉曹操啊。可是大家都没有什么好方法。董承呢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方法，过了几天就病倒了。汉献帝听说这个董承得了病啊，就派了一名太医叫吉平来给他治病啊。吉平也算是一代名医啊，他留在这个董承的家里头啊，细心的给他照料他，给他治疗啊，日夜不离啊。看到这个董承天天长吁短叹，就知道他有心事，但是也没有敢问他。到了正月15那一天呢，董承这个病稍微好一点了，就跟吉平一起喝酒。两个人聊着聊着呢，聊得比较晚了，董承就觉得有点困了，就睡着了。睡了没多久啊，这个他们联系的那几个人，经常联系的那几个人来见他啊，他们就一起进到书房里面去了。做好了以后呢，这个其中一个王子服就说：“国家大事有办法了。”他说：“董承说你有什么办法呀？”王子服就说：“刘表现在跟袁绍一起起兵50万杀过来了，马腾也联合韩遂也从北边杀过来了。”然后董承就问：“那曹操怎么对付他们呢？”王子服说：“曹操把许昌的这些兵马全部都派出去了，城中很空虚啊。他今天晚上还在这个相府大摆宴席啊，庆祝元宵。我们把我们武家的这些仆人都带着刀冲到他的相府，不就可以把他杀了吗？”董承听了以后心里头很高兴，就叫家人们收拾兵器啊，自己也披挂上马啊，就准备进兵了。到了2更时分呢，这个武家的兵马都已经到齐了，就把丞相府给包围起来。然后呢，董承亲自呢手提宝剑啊，就闯进去，看到曹操正在那里喝酒呢，饮酒作乐呢。董承闯进去说，大喊一声：逆贼，不要走！然后一剑就把曹操劈倒在地上了。然后董承呢上前一步，刚想去取曹操的首级，突然呢惊醒了，原来是自己是在做梦。哎，太可怜了，只能在梦中去除掉曹操这个奸贼啊。这时候吉平走到他的这个床边上，板着面孔就问：你是要害死曹丞相吗？董承吓得不知所措呀，回答不上来了。吉平一看到董承这个有点很尴尬的样子啊，就安慰他说：国舅不要惊慌呀，我虽然只是个医生，但是我也挺恨曹贼的。你梦里的话我都听见了，你不必隐瞒呀。如果用到我的时候，我愿意冒着灭族的风险去做呀。
董承听了很感动啊，就都对吉平说：“就怕你不是真心啊。”吉平就害怕他不相信他呀，然后突然咬下了自己一个指头，吐出血说：“我吉平决心去杀贼，如果有反悔的话，天地不容。”哇，这个古人真的是很讲义气啊，随随便便这个立誓啊，也很讲信义。董承看到这个吉平太真心了，就取出这个衣带诏给他看啊，而且说现在刘备啊、马腾啊都远在其他地方，我呢无计可施啊，忧虑就得病了呀。吉平看过这个衣带诏以后说：“你们不必费心啊，曹操的性命啊就在我手上，他经常患头风病，要我医治，只要我用一副毒药就把他结果了，何必动刀兵？”董承心里头想，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那全靠你了。吉平就告辞回去了。董承心里头很高兴啊，走到后堂，发现他有一个仆人叫秦庆童，跟他的这个一个小妾啊，在暗地窃窃私语。董承大怒，就说要把他们杀了，把他们抓住，杀了他。夫人听到这个事儿以后呢，出来说情啊，才把他们的死罪免了。每个人都被打了40大板，关到这个等于是他们自己府里头的冷房里头去。这个秦庆童呢，心里头很怀恨在心啊，半夜里头就逃出去了。逃出去以后呢，他就跑到曹操那里去，说有机密事报告。曹操就把他领到密室里去了。你要报告什么呢？秦庆童说：“这几个人啊，王子服啊、吴子兰啊，他们几个人都曾经在这个董承的府中商议，说要谋害丞相啊。董承呢，还曾经拿出过一段白绢，不知道上面写些什么。今天又有一个太医吉平在董承面前遥指立誓啊，这些事情都被这个下人的知道了。哎，做事不守秘密啊。”曹操听到心里头，微微冷笑，就把这个秦庆童啊藏在这个丞相府了，准备去对质。第二天呢，曹操就假装头痛，就找这个吉平去医治。吉平心里头还很高兴，以为杀死曹操的机会到了。他暗中带了一些毒药，就来到这个曹操的丞相府了，就准备毒死他了，准备下手了。吉平看到这个曹操睡在床上面，给他看病，说没什么关系，吃一副药就会好了。吉平就让人把那个药罐子拿来了，亲自给这个曹操啊煎药，煎到半干的时候就把毒药都放进去了，偷偷摸摸的把毒药放进去。他带着毒药来的呀，想毒死曹操，然后就把这个药倒出来，说要给曹操喝啊。曹操其实现在心里头已经知道了，这个药里头有毒啊，故意不喝。吉平就说：“你把这个药吃了以后出些汗啊，病就会好了。”还故意劝说他。曹操突然就坐起来了，跟吉平说：“皇帝有病要吃药，臣子都要先尝一下。你是我的心腹人，你怎么不先尝一下呢？”吉平说：“药是治病的，何必要别人先尝呢？”曹操冷笑一声。吉平就知道事情不好，可能他已经知道了，就准备扯着曹操的耳朵强行的灌药。曹操实际上是装病啊，是不是？你一个人他对付不了他呀。曹操用手一推，就把这个药泼在地上。那个时候的药啊，毒药啊，药力很猛啊，砖块都能裂开啊。当然有点夸张了，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毒药可能就会泼在地上就会起白沫啊，一看就不是正常的东西。曹操的这卫兵都来了，就把吉平抓住了。曹操一声奸笑，对这个吉平说：“我根本就没有病，我就是想试探你。果然你是想来害我呀！”曹操就让他的这个狱卒把这个吉平啊架到后花园去严刑拷打。这吉平是个硬汉啊，一声不响，打了半天，然后推上亭子，曹操就要审问他。
要让他供认出主使的人。曹操面不改色，说：“你是一个祸国害民的逆贼，天下都要杀你，用不着指使，我就是要来杀你，没有指使人。”曹操本来是想套出主谋的，然后曹操又继续的拷打纪平，纪平太可怜了，而且很这个口很硬啊，就是不愿意说出任何的，不愿意透露出任何的这个其他的人，就是不改口。曹操打了半天也没办法，就把他关到牢里头去了。第二天，曹操在府里头就摆了宴席了啊，请各位大臣来喝酒啊，把他们那几个人呢，一起的王子服、吴子兰那几个人呢，也一起都叫来了。只有董承呢是说自己有病啊，就没有来。吃到半中央，曹操就跟大臣说：“今天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啊作乐，我有一个人可以给众大臣醒酒。”就让把这个吉平拉来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吉平就被带到这个台阶前面了。曹操说：“这个人想要谋害我，现在阴谋已经失败了，大家听听他的供词啊。”曹操让这个狱卒把这个吉平痛打了一顿，打得他一直打到痛昏为止。哎，太惨了。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。吉平到底命运如何呢？曹操到底是有多么的狠毒呢？我们下一次再来讲吧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关注吉平的这个后面等于是他的事迹。谢谢大家。